繁华》里刘晓庆冒雨游泳的优雅身姿，再次刷新了我们对于古稀之年的认知。庆乃向我们展示了她不被定义的74岁。你有没有发现啊，红色泳装、双马尾、与水共舞的这一幕有点眼熟？是有点像不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个米兰？是啊，据说那个当时男主找夏雨啊，就是因为他长得特别像年轻时候的姜文。所以呢，网友们就开始盲猜，电影中这个米兰的形象是不是姜文当年的白月光呢？那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又是谁呢？哎，再看看这一期的这个《一路繁花》哈，破案了。江导这个彩蛋埋得真够深的哈。上个世纪的唐尼克。还真别说啊，你想，其他的明星被曝出轨，基本上都得翻车。哎，咱庆乃曝个出轨还能翻红呢？这个算双标吗？其实并没有哈。首先，咱们庆乃敢爱敢恨的前半生而言，大家对他的这种游戏人生的这种爱情观，其实早就已经免疫了。他自己在采访中也聊到过哈，他这一生都在逃避婚姻，却还是结了4次婚。哎，甚至认为婚姻本身是一种有违人性的制度。所以在对待婚姻的这个态度上，他其实言行还是一致的，也从来没有标榜过自己在婚姻中的忠诚和专一。庆乃生来就是旷野上肆意奔跑的野马，从来不是在轨道上循规蹈矩的列车。对。再说吧，对于咱们这些吃瓜的网友而言呢，我们认可他的并不是庆乃出轨的这个行为，而是他在74岁的高龄还能有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生命状态。他曾说中国女人放弃自己太早了，年过25就不再谈青春，年过30就不再谈年轻，年过40就不再谈姿色。别忘了，我们有责任展示生命的魅力，那才是女人该有的生命尊严。这就是刘晓庆对待人生的一个态度。说得好。所以大家本质上羡慕甚至趋之若鹜的是她那种洒脱呀、自由啊，还有就是豁达的一种生命形态吧。再来一点呢，就是这些明星被爆出轨的时候经历的那些市场封杀呀、舆论责难呀，咱庆乃在第一次离婚的时候就已经经历过了。她是咱们改革开放以来呀第一个公开离婚的女明星。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啊，别说电影明星啊，就是在普通的老百姓里面，离婚也是一个极少见的现象。只是当年这些舆论压力和对事业的影响呢，在咱庆乃不可替代的绝对实力以及她自身云淡风轻的那种钝感力面前，就变得不值一提了吧。对。那么今天咱们也来扒一扒庆乃彪悍的大女主人生。本集内容较长，会分事业篇、情感篇2期讲完，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大家好，我是古言，我是紫薇，欢迎收看人微言轻。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做的还可以的话，请订阅、转发、点赞。刘晓庆1950年10月30日生，重庆涪陵人，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热爱音乐。我看网上也有说他是55年生人了，对吧？是的，刘晓庆本人也曾公开的表示啊，没有确切的一个出生记录，也有网传说他身份证上显示的是1955年。但是呢，网络资料上也提到，刘晓庆于1963年考入四川音乐学院附中学习扬琴和钢琴。我原来是学音乐的，学主科呢是学扬琴，然后后来也副科学钢琴。从这个入学时间上来看呢，63年上附中，55年出生的话，那总不能8岁就上附中吧？还是50年生13岁上附中比较合理啊。没想到咱庆乃跟你是一个专业的。是呀，都是扬琴和钢琴。我好像之前也刷到过庆乃那个弹琴的一个视频来着。庆乃在初中毕业以后呢，正好赶上了知青下乡的一个热潮，于是他就顺应当时的上山下乡政策，被分配到了宣汉农场工作。这一经历呢，也成为他人生的重要阶段之一。1971年，21岁的刘晓庆呢，成为了成都话剧团的一名演员。在这期间，刘晓庆表现出了惊人的表演天赋，很快引起了北京各大电影制片厂的注意。虽然话剧团对他这位冉冉升起的新星格外珍惜，迟迟不肯放人北上，但这并没有阻止刘晓庆追求演艺事业的脚步。他凭借出色的才艺和独特的气质，在话剧团中逐渐崭露头角，为日后演艺生涯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哪里的他是站起来的，而且四川人音乐基础很好。我当时说过这个话，我这个演员非出来不可。1975年，81电影制片厂导演张永守在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选拔演员时，注意到尚未成名的刘晓庆，就推荐她去试镜海英的这个女主。
李晓庆赴京试镜以后呢，这个剧组部分成员就觉得她这个形象提出了质疑，认为她脑门大、嘴歪，和原版的这个海英中王小棠饰演的这个玉芬存在差距。这些评价呢，就令李晓庆一度自信心受挫啊。海英的这个项目呢，因故搁浅之后呢，张永手并没有放弃对李晓庆的赏识，转而又把她推荐到了南海长城的剧组。尽管当时已经有杨雅琴、李兰等女演员啊竞争这个甜女的这个角色，那李晓庆仍旧凭借着她对角色设计的独到理解和部队女兵经历中锤炼出来的那种硬朗气质啊，加上她主动争取的这个魄力呢，最终赢得了导演组投票认可。剧组就安排她去海南岛的渔村体验生活。时值冬天，海水已经很凉。有一天，剧组登上舰艇体验生活，有人就和刘晓庆开了个玩笑，问她敢不敢从10米高的甲板上往海里跳。话音未落，扑通一声，她二话没说就跳了下去。这一跳便跳出了一个女1号，成功争取到了南海长城中的女兵角色。这一经历呢，也成为了刘晓庆演艺生涯的一个起点。她在南海长城中呢，成功塑造了英姿飒爽的一个女兵形象啊，奠定了她早期荧幕风格中不服输的一个特质，也为她后续的一个传奇人生埋下了一个伏笔。而真正让李晓庆声名大噪的是1979年上映的《小花》。对，她在影片中饰演的何翠姑朴实善良、坚韧勇敢。尤其是用膝盖上山抬伤员的那场戏啊，将翠姑深情和坚韧展露的淋漓尽致啊，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回忆起小花的这个拍摄呢，刘晓庆直言拿到剧本的时候啊，上面基本上没有交代她的戏份要怎么去演，只写了一行何翠姑抬担架，也没有说她膝盖会破呀、流血呀，也没有描述什么看着什么夕阳啊。看小花的剧本的时候，当时我都没看见，没找着我演什么。因为字里行间根本没有，只有一行，就是何翠姑抬担架，完全没有说抬担架膝盖会破，上面会流血，然后她看着夕阳。本来只有我一个脸，拍近景，照样的在石头上跨进跪，然后再拍中景，然后再拍整个全景的时候，更加要一回头哗就跪了好多遍，所以裤子就破了，然后就出血。后来其实已经都不怎么接，到了后面都血出呼啦的了，就把这特写拍了再拍脸，整整1天，但是不觉得疼。这部电影呢，不仅让李晓庆荣获了第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配角奖，从此也奠定了她在演艺圈的一个地位。那个时候还没有金鸡奖是吧？是的，金鸡奖是1981年创办的。同年李晓庆又出演了《乔这一家子》。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电影里，陈佩斯向刘晓庆吹牛，救人可掉技术，得先把那被淹的人打懵。打懵啊，要不然他的实力乱抓到，俩人一块全玩完了。结果呢，当真的有人落水的时候呢，刘晓庆就在岸上呼救，竟有人下水了，他就临场加了一句台词说：“大妈，别打懵，大妈。”结果呢，这个影片播出以后啊，那个效果真的是庆乃说他在街上老听到有人冲他喊把他打懵，就好像他的名字就叫把他打懵一样哈。乔这一家子我演的人物是属于花舞类，老大爷给我换张票。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出名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出名了。乔这一家子这些都放映了，但是我不知道，在街上老是听见有人说把他打懵。一会儿人家好像我的名字就叫把他打懵。要知道刘晓庆在这部电影里面一共只有28个镜头，却仍然在第3届百花奖的评比中呢获得了大量的选票。而那一年风头最盛的电影是同样由她出演的《小花》。因为角色票数的分散了，刘晓庆就与最佳女演员失之交臂。陈冲获得了那一届的最佳女演员，而刘晓庆呢获得最佳配角。她曾笑言当时挺不服气的。刘晓庆曾在自传《我的自白录》里这样回忆道：眼前有许多小星星在飞，充满了恼怒，就像一个一点火就会着的装满了汽油的汽油桶。我昏头昏脑地参加百花奖及各种奖项的颁奖仪式，懵懵懂懂地上台，踩着棉花下台，那些程序是怎么过来的，我简直不能记忆，心中只充满了委屈和不平。作为我来讲，我一开始最佳女主角和最佳配角都是我一个人得的，但是因为我的这个票呢是属于这个最佳女主角呢，我报了2个，婚礼和小花，这2个票就分散了。分散了以后呢，然后就这个配角的我的票特别多。
就得了配角奖。当时我一直在生气，一点都没有这个领略这种成功的感觉。即便如此啊，1979年也算是刘晓庆演艺事业的开创之年。这一年里面，她是小花里的何翠姑，婚礼中的盛敏，乔这一家子里的张兰。在这之后呢，她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刘晓庆。这同时拍摄3部电影啊，这也对她来说也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了。是的，庆乃当时是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的一个话剧演员，而这几部作品的成败呢，就决定了他未来能否成为一名电影演员登上大荧幕的关键所在。所以为了这3部影片呢，他在3个剧组轮流跑，往返于黄山、天津、北京之间。他对于这段经历呢，也是感到非常骄傲的。1981年，刘晓庆主演的电影《原野》在香港首映，她在电影中饰演金子一角。当时因为题材敏感呢，被禁映了7年，直到1988年在中国内地公映，斩获多项大奖，成为刘晓庆早期代表作之一，至今仍被视为中国影史被低估的杰作。刘晓庆的表演呢，更是成为研究80年代女性荧幕形象的重要样本。我投人了，我养汉了，怎么样吧？金子，从我嫁到你们家，我就没有过过一天人的日子。你把我当成畜生、妖精，你这个窝囊废，你就不配有金子这样的媳妇。刘晓庆也凭借这部电影啊，获得了第1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并提名了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之后，刘晓庆又担任了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并独唱了《绒花》和《盼红军》，成为第1届央视春晚首位女主持人。1983年，刘晓庆出版自传《我的路》，从此开创了明星出书的一个先例啊。随后又加入了中国作协，成为了第1个明星女作家。1983年，刘晓庆接连参演了李翰祥执导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分别饰演了青年慈禧和中年慈禧，并凭借《垂帘听政》提名了第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刘晓庆是第1个获得香港金像奖提名的内地女演员。据说呢，当时刘晓庆为了香港演员和大陆演员的待遇差异问题啊，跟剧组好一段争取，最终呢，为所有的演职人员争取到了公平的一个待遇。1986年，谢晋执导的电影《芙蓉镇》开拍。为了改编好这部电影呢，谢晋当时还专门请业内人士在长沙开了一个为期5天的改编学术研讨会。当时香港导演许鞍华也参与其中。刘晓庆呢，就为了争取这个女主的这个角色呀，先是发电报表达了殷切的一个意愿，之后呢，又连写了3封自荐信给谢晋。第1步写第1封信，第2封信，第3封信。电报、电话都来了。这谢晋导演，我非上这个戏不可。这个演员他这么狠心、决心要演，这是非常可贵的。最终凭借出色的演技呢，获得了谢晋的认可，成功的塑造了胡玉英这一角色。并凭借这部电影呢，获得第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和第1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不久，与姜文合作主演了《春桃》。并因此获得了第1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为了表彰刘晓庆对百花奖的历史贡献以及多次获奖的这个突出表现呢，1992年刘晓庆被授予第1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特别奖。到1995年，刘晓庆出演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武则天》。对，45岁的刘晓庆在剧中从14岁少女演到了82岁女皇。精准地呈现了武则天不同人生阶段的一个形象，尤其在少女时期的那种灵动演绎呢，其实是当时是毫无违和感的。她后来又在2011年参演了那个《武则天秘事》，2025年呢又在综艺和话剧中多次饰演武则天。但是我更喜欢是95年的武则天，那一版应该算国产历史剧美学的一个标杆了。那必须是哈。可是即便在国内外都声名鹊起，但当时属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正式功能，他在演出的时候是没有片酬的，只有50块钱1个月的工资连接待外宾也是要去道具组借那种有补丁的礼服来应酬。共只有2双丝袜，来回倒着穿。在东京，白天应酬回来，在临睡前支撑着沉重的眼皮，还在灯下缝补丝袜，缝好后再洗好晾干，第2天早晨再穿。丝袜是最不经用的东西，每天破，每天补。在日本10几天，丝袜已伤痕累累。真不知道我那左一个疙瘩，右一个疙瘩，就像静脉曲张的双腿，在唯美主义的日本人眼中看来，
作何感想？所以呢，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呢，刘晓庆啊就决定下海经商，开始涉足投资领域，简直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开启了赚钱模式啊！餐饮业、影视业啊、房地产，它来者不拒啊！在最鼎盛的时期啊，它旗下有26家公司，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成为了中国的亿万富姐。这操作简直比巴菲特还厉害。是的，天时地利人和啊，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呢，加上他自己的一个明星效应吧，刘晓庆分别在1999年和2000年2次登上了福布斯富豪榜，分别位列42名和45名。然而锋芒毕露之下呢，难免树敌。圈内好友曾向他透露啊，一个涉及文艺界的惊天大案即将曝光。据说成立了超过300人的专案组，全力侦办。刘晓庆当时完全没有 get 到这个朋友的暗示啊，心想我又没有杀人放火、偷税漏税，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惊天大案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但是很快啊，2002年，刘晓庆因涉嫌逃税被刑事拘留。旗下北京小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财务账目和相关文件呢被查，公司总经理的妹夫以及他的妹妹同时被带走调查。刘晓庆当时的男友阿峰，是一个知名的配音演员，为了他呢，放弃了配音事业，转而进入了刘晓庆的这个公司里担任发行部总经理。关键时刻，阿峰还是坚定的陪伴在他身边。关于逃税的这个指控，刘晓庆坚称自己不仅没有逃税漏税，反而一直按规定积极纳税，问心无愧。他冥思苦想啊，最终锁定了3个举报人。正是这3个人呢，向税务机关实名举报他偷税漏税的行为。其中有2个啊，曾是这个刘晓庆公司的一个核心成员，由他亲自培养并委以重任。后来呢，因为商务纠纷，然后刘晓庆以个人名义将2人告上法院，然后导致关系破裂。诉讼期间呢，2人呢也曾经通过中间人求和，但是希望他撤诉嘛，但是刘晓庆当时强硬的拒绝了。这第3个人呢，其实跟刘晓庆没有直接的这个商业关联，是因为刘晓庆啊向这个人的女友透露了一些敏感信息，然后这个内容具体是什么没有公开哈，导致他怀恨在心啊。刘晓庆呢就自认为是出于善意的一个提醒，但引发了对方一个强烈的不满。于是这3个人呢于2002年联合向税务机关呢实名举报了刘晓庆偷税漏税，成为了这个案件的一个导火索。举报材料中呢，重点指向了电视剧《火烧阿房宫》的账务问题。该剧正是刘晓庆和其中一个举报人就是前面一个高管啊合作破裂的一个项目。案件直接呢就导致刘晓庆被羁押422天啊，名下有19套房产被查封啊，公司的这个资金呢也被冻结。直到2025年的今天呀，咱们仍有舆论提及此事。但是刘晓庆的妹妹呢，公开否认了刘晓庆存在这个偷税的行为，称相关指控啊是历史冤案。而这个举报事件呢，也被部分媒体解读为一种商业背叛与私人恩怨的一个叠加报复。刘晓庆在自述中承认啊，当时是过于狂妄，造成了一个树敌。从进来的第1天，我便不允许自己流眼泪，然而我没有做到。我在体验我的人生低潮，也在体验别样的人生。我在里面经常大哭。泪飞顿作倾盆雨，经常这样。即使遭遇重重困境吧，刘晓庆在狱中啊依然坚持着严格的自我管理，每天跑步锻炼，洗冷水澡啊，作息规律，饮食清淡，并坚持阅读和学习英语。不仅组织同监视人员进行集体操练，而且还积极的争取到户外的活动的这个机会，向狱方呢申请打羽毛球，甚至细致到向管教借擦手油。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也反映出他这个乐观积极的一个生活态度。刘晓庆在羁押期间呢，生活呢自律且充实。她的男友阿峰呢，也始终不离不弃，想方设法的传递消息，并积极的寻求各种途径帮助她。前男友姜文在这个时候也是为她四处奔走，不仅请来了律师协会最顶尖的4位辩护律师，还细致的安排律师为她送去了精细的白米饭有肉的盒饭，力求周全。也多亏了姜文的这个鼎力相助刘晓庆才得以重获自由。出狱以后呢，他将自己在狱中阅读过的所有的书籍呢，也捐献给了当时的那个看守所的一个图书室。刘晓庆出狱的第2天呢，便火速与阿峰呢前往民政局办理了这个结婚的登记手续。虽然这段婚姻仅维持了2年，但是呢，阿峰在这段期间为刘晓庆所做的一切呢，其实他还是铭记于心的。此后呢，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一个创作之路潜心写作和书法的一个练习。无论是挥洒自如的毛笔字，还是真挚感人的个人自传呢，都充分的展示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独特的艺术天赋。
出狱后的刘晓庆呢，面临着生活的巨大困境，身无分文的她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重新寻求新的出路。横店呢，成为她新的起点。她与其他群演一样，手持小马扎坐在角落，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拍摄时刻。刚开始啊，薪酬是极低的，一天只有50块钱，甚至出演没有台词的背景角色。我记得他在这个采访里边说到啊，一次要等好多天才能等到一句“小姐请喝茶呀，小姐请吃饭呀”这种台词。是的，尽管条件艰苦啊，报酬微薄，但他还是干得津津有味。深知每一个小小的角色呢，都是他重新回到舞台的宝贵机会。所以我就去拍戏挣钱，然后就到了横店。在横店的时候，我就是只要给我钱，就什么老妈子啊，什么这些都去演这个什么，哪怕几句词的角色，然后就在整在横店1年多就没有回过北京。我从来就认为，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2005年，刘晓庆接拍了出狱以后第一部电视剧《永乐英雄儿女》，在剧中呢饰演风华绝代的锦娘。不久以后呢，又参演了古装奇幻电视剧《宝莲灯》，在剧中呢饰演大牌王母。之后呢，又出演了《家族荣耀》《红玫瑰》《黑玫瑰》等多部影视作品。2011年，刘晓庆主演了古装电视剧《武则天秘史》开播，与樱桃、斯琴高娃共同演绎了武则天的奇幻人生。2015年，在电影《寻龙诀》中饰演心狠手辣的反派角色红姐。2020年参演历史战争电影《800》上映，在剧中呢饰演蓉姐一角，并提名金莲花最佳女配角奖。刘晓庆呢在《一路繁华》中70多岁仍然活力四射啊，走路带风，小跑着寻找餐厅，令人印象深刻。这源于她长期的坚持锻炼的一个好习惯吧，这让她比同龄人更显得年轻呀，更有精气神儿。刘晓庆的辉煌成就呢，其实不是偶然哈。出狱以后，她凭借自身的努力再攀事业巅峰。所以现在想想，当年那个隋唐英雄啊，我有一个梦啊，冰雪举击2呀，还有这个蒙宝助攻50岁婚宠，这些因为年龄差引发的一些群嘲和争议啊，还有许多网友认为庆乃出演少女实在是太违和了，但也有一些支持者认为哈，他这种逆龄挑战恰恰体现了刘晓庆的一个艺术生命力。对，就像武则天打破男权桎梏一样啊，刘晓庆也以无视年龄规训的姿态呢，成为了影视界特立独行的符号。事实上，刘晓庆的武则天早已超越了单一的角色范畴，成为了她演艺生涯和人生起伏的一个核心隐喻。是的，95年出演的这个武则天的时候，刘晓庆已经是金鸡百花的双料影后了，与武则天登基称帝这种巅峰状态是高度吻合的。而02年呢，税务风波之后的牢狱经历，又对应了武则天敢一次修行啊、绝境重生啊等等剧情。再度复出之后啊，以群演重启职业啊，就再现女皇任性这种感觉。曾经刘晓庆那句“我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的豪言壮语呢，让人觉得年轻气盛、狂妄自大。如今看来